就什么时候滚蛋！什么玩意儿，还敢跟我顶嘴？我呢，现在出去一趟，回之前你要不把这儿给我弄得干干净净，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哼！这个周扒皮竟然敢打我！喂，你踩到我了，还不会把脚挪开？什么声音？谁在说话？就是小爷我呀，都怪你！上周刚从窑里烧出来，想着被有钱人买走，过个好日子呢，这就被你摔碎了。我的妈呀！见鬼了！见鬼了！哎呦喂，你干什么呢？哈哈，玉虎春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往那边去点，别把你的气泼我身上了。你不也是昨天刚出来的，身上的气也没干，我还没嫌你呢。我要回家，我才不是什么金丝楠木，就是一个普通药木而已。快放我回去！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能突然听到这些文物说话了？这个玉佩在发光，难道是他给了我这神奇的能力？玉蝶，玉蝶，你告诉我，谁是这屋里最贵的宝贝？那当然是架子上的玉璧姐姐啦，那可是周老板花了1万元买回来的呢。周扒皮跟我说，这玉璧是上好的和田玉做成的，价值1亿。哈，这个奸商跟我说屋子里的都是真的，明明都是一堆不值钱的假货。发了，这下真的要发了！既然我能听到这些文物说话，那我去古玩市场捡宝，岂不是轻而易举？万一捡到一个稀世珍品，那我下半辈子就衣食无忧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只要50元即可把我带回家。哎，买我，我只要20。当然买我啦，我才10元。这些东西怎么一个值钱的都没有？看什么看？我可值10万元，你买得起？混玉，看把你得意的，我可价值50万呢，都没你这么看不起人。终于看到一个有好东西的他了。老板，这个鼎多少钱？70万。这么贵？美女，我这摊上的随便东西你都买不起，赶紧走吧！啊！你。我全身上下就剩1000块了，确实什么也买不起。就算买得起，万一这些东西说的都是假的，那我岂不是要流落街头了？小姑娘别走啊！小姑娘把我带回去吧，我可价值300万呢。300万？那些呀是一些残次品，想要的话可以便宜卖给你。不能表现得太急切，不然这老板肯定会坐地起价，坑我一笔。姐姐，我只要10块钱，快把我带回家吧。这个梳子多少钱？这人看着不懂行，趁这机会好好宰他一笔。1万！你都说是残次品了，还要我1万？这梳子呀是金丝楠木做的，本来呀是卖5万的，前段时间呀被我弄断了一个齿，所以呀才便宜卖给你的。1万块太贵了，便宜点吧。1000，你要的话你就拿走，不要就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奸商，10块钱生意卖我1000可以，但我正好缺个镜子，你把这破铜镜送我，我就买你这梳子。这镜子是我前2天在旧货市场随手捡的，根本不值钱。这木梳子的成本也就几块钱，卖了1000，我可赚大发了。行吧，就当我揽个回头客了啊！你看扫码还是现金呢？扫码。童静，告诉我你是什么朝代的宝贝，居然这么值钱？我是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清你在说什么？算了，300万，全部身家没了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找个靠谱的古董店进去估个价。
别看了，就买我吧，我可价值300万，把我买回去不吃亏的。别在那吹了，我可价值420万，比你值钱多了呢。当然买我了，我价值500万元。这女娃要是个懂货的，肯定买我。这家店的东西倒是真的，说明店主眼光不错，应该能问出我这铜镜的价值。哎，美女，请问您是要来买东西，还是卖东西啊？我是来卖东西的，麻烦您帮我看看这样的东西值多少钱？这就是枣木做的梳子，最多10块钱。梳子不重要，你着重看一下这个镜子。美女，这铜镜是仿品，也不值钱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啊？这铜镜的手感粗制滥造的，一看就是仿品，真不值钱。美女，你是刚入行的新人吧？下次买东西的时候仔细看看，别再当冤大头上当受骗了。你才冤大头呢！我本来看你店里好东西这么多，以为你就是个鉴宝大师，没想到就是个空架子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我说你是个有眼无珠的空架子。我看你被骗，好心安慰你几句，没想到反被你奚落一顿，真是好心当成人干废。你赶紧走啊，别耽误店里做生意。走就走，这么大的好店，被你这样的人守着，早晚倒闭。是谁咒我倒闭的？爷爷，就是他，拿一个破梳子还烂铜镜，非说是什么宝贝，我好心帮他，他反倒骂我有眼无珠。你呀，做事不能太浮躁，更不能仅凭东西的外表就妄下评论。这鉴宝如识人，得用心去看，才能发现这其中奥秘。姑娘，你让我看看你带来的东西吧。你又是什么人啊？不会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吧？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爷爷可是陆仲林，多少人请我爷爷去看宝，他都不去呢。现在肯看你这些破铜烂铁，你就偷着乐吧。陆仲林，国家级鉴宝大师，之前只在电视上听过他的名字，没想到今天见到真人了。陆大师，久仰久仰，我刚刚言语不善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也是，快让我看看你的东西吧。姑娘，你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这都是古玩市场上的小摊收来的呀。爷爷，这镜子纹饰粗糙，也不规整，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镜子吗？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啊？你懂什么？这不是普通的一块铜镜，这是12生肖文铜镜。怎么可能？这镜子居然是12生肖文铜镜。陆大师，什么是12生肖文铜镜？你连12生肖文铜镜都不知道，亏你还来古玩店卖东西。小严，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这12生肖文铜镜呢，最早生产于隋朝，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，是铜镜中最重要的品类之一。一般铜镜背面会有12生肖纹样，要不环绕排列，要不分区域布局。不过这铜镜年代久远，又沾了灰，所以看起来模糊点。没错，这12生肖文铜镜寓意吉祥，历来受藏家追捧。现有的不少都收藏在各大博物馆中，私人手中能见到的少之又少。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枚流落在外。从它的铜质上来看，是隋朝特有的青铜配比，做工也是隋代铜镜的典型风格，纹饰古朴大气，布局疏朗有致，只是品相不算完美，但好在年代久远，品类珍稀。姑娘，你这枚铜镜现在的市场价是至少300万。竟然真的值300万！看来之前那些古玩说的都是真的。多谢陆大师指点，要不是你，我就真成冤大头了。姑娘好眼力，能在小摊上找到这样的宝贝，实属难得。不知道你是想自己收藏，还是想出手？陆大师，我想出手，不知道您这儿收不收啊？当然收，这样的珍品能留在我们陆氏古董行，是我们的荣幸。
那陆大师就按您说的300万成交。预收款到账300哥元，10、100、1000万，发了，真的发了！不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捡了个漏吗？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那又怎样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你捡个漏给我看看。不过就你这眼光，连12生肖文铜镜都认不出来，就算真的宝贝摆在你面前，也得被你当成破铜烂铁。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你是小陈口舌之快，有本事跟我比一场。比什么？就比鉴宝。10分钟内，咱们各自在店里找一件宝贝，让爷爷当裁判，看谁的价值更高。你要是输了，就把刚才赢的300万送给我。那要是你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我给你翻倍，600万，怎么样？敢不敢赌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比就比。这陆氏古董行我从小逛到大，所有藏品的底细我都清清楚楚。10分钟内找件值钱的宝贝简直轻轻松松。他就是个刚入行的新手，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找出什么真品。我赢定了。反正我能听见这些古玩的声音，别说10分钟，就算1分钟，我也能精准锁定高价藏品。这场比试简直就是稳赢啊！既然你们都有兴致，那我就来做这个裁判。10分钟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我记得这里摆着几件年代久远的玉器，价格不菲。选我可值5万呢！别听他的，选我啊，我可值8万。都别嚷嚷，我值15万，比你们俩加起来都多。就你了。找到了，爷爷，清代的和田白玉佩至少35万。闷死我了！快把我救出来！我可是价值500万的金简。这花瓶里面有金简？他那些都是残次品，全是假货，根本不值钱。就他了。你不会以为这古董越大越值钱吧？你这个花式暗沉，纹饰粗糙，一看就是仿品，假的不能再假了。我这个可是正经的老物件儿，质地温润，花式工整，至少值35万。你这瓶子吧，也就是个几十块，跟我的玉佩比啊，差着10万8千里呢。姑娘，小妍说的不错，你还是再选选吧。谁说我要拿这个花瓶跟你比了？那你把它带过来干什么？陆大师，他刚刚说这个花瓶不值钱，能不能送给我啊？当然可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终于被救出来了！我可是价值500万的金简，他们居然把我和垃圾放在一起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果然藏有宝贝。陆大师，你快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被藏在瓶子里啊？这文字笔画规整，气韵古朴，是唐代的篆书风格。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，在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中明确记载过。武则天晚年心怀愧疚，为忏悔一生罪孽，特派使臣前往嵩山俊吉峰投下赎罪金简，以求上天宽恕。什么？这等国宝岂容你能触碰？哎，小冉，你可知这金简的来历？它上面记录的正是武则天对自己一生功过的忏悔，是研究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的绝佳实物证据，是真正的国之瑰宝。从金质纯度、铭文风格、制作工艺来看，这确实是真品，而且保存得如此完好，
市场价值至少500万。500万！看来这场比试是我赢了。没想到我家的古董行里竟然藏着如此重磅的宝贝，更没想到居然被他从一个不起眼的仿品花瓶里找出来。小野，现在你明白了吧？鉴宝最忌浮躁和主观臆断，你只看花瓶表面就断定是仿品，却忽略了里面的玄机，这就是你和这位姑娘的差距。既然这金简的价值已经确定了，那按照之前的赌局履行约定吧。赌约是你们定下的，自然算数。小妍，愿赌服输。陆大少，愿赌服输。收款到账600万元，加上之前卖铜镜的300万，短短时间内，我的账户余额已经飙升到900万，900万了！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有一天居然能赚这么多钱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大师，我叫秦然。小小年纪不仅有这样的状态，眼力和见识更是远超同龄人。这武则天的除罪金简藏在这不起眼的仿品花瓶中，连我都未曾察觉，你却能精准找到，实在难得。多谢陆大师夸奖，都是因为那个碎片，我才能听见这些文物说话的，要不然我也发现不了这个金简。啊，对啊，这碎片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若是能找到其余的碎片，我会不会拥有其他能力啊？陆大师，这个玉佩碎片有几块找不到了，您剑都使馆，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玉佩碎片啊？这碎片的材质很特殊，它既不是常见的和田玉翡翠，也不是普通的秀玉独山玉，它的质地温润细腻，隐隐透着奇异的光泽，纹路也颇为古朴，不像是现代工艺所能打造出来的。一时之间，我也认不出它的来历。这个玉佩我好像从哪里见过。你见过？前几个月，我跟爷爷去参加王林老先生的品鉴会，在他家里好像有一个类似的碎片。当时他被放到了一个酒盒里，我就扫了一眼，只记得这纹路有点像，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款。王林老先生，那个著名的古董收藏家，你快帮我问问，如果他真的有这个碎片，我愿意重金购买。我凭什么帮你问？你刚才赢了我600万，现在还让我帮你跑腿啊？你这孩子，要不是小冉，这金简早被你当垃圾清出去了。咱们陆氏古董行可错失一件国宝，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，让你打个电话问问，怎么了？好，我现在就打。小冉呐，你年纪轻轻，眼力和见识都远超同龄人。你今年多大了？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？陆大师，您别打趣我了，我还差得远呢。啊，我今年23，暂时没考虑到这件事儿。哎，不要叫什么大师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叫我一声陆爷爷吧。以后在我们行里遇到什么难处，或是想找人讨教鉴宝的门道，你尽管来找我，别跟爷爷客气。我这孙子叫陆岩，比你大2岁，今年25，做事情毛毛躁躁的。你灵通又勤勉，跟他正好互补，有时间了帮我提点提点他。你们年轻人脾气相近，一定比跟我这个老头子聊得来。怎么样？王老爷子说他确实有一个这样的碎片。真的？你别高兴太早。他说他也不知道这碎片的来历，所以他不准备卖。啊！但是他还说，只要你帮他办一件事，他分文不取，还把这玉佩送给你。什么事？具体没说什么事儿，他只要你现在过去一趟，他要当面跟你讲。那怎么赶紧走啊？对，你快陪小冉过去，难得王老头这么大方，去晚了怕他反悔。爷爷，我还在店里看店呢。有我在，用得着你看店？王老头那人是出了名的难搞，你陪小冉过去，
免得被王老头刁难。行，真是上辈子欠你。走，陆爷爷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小妍来了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王老先生，打扰您了。老头子我在家闲得很，你要来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就是这位姑娘想买这玉佩碎片吧？王老先生你好，我叫秦冉。秦小姐，你看看，这碎片是不是你要的？就是他。王老先生，您刚刚说的事情是什么？只要我能做到，一定尽力。看样子你确实需要这个碎片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绕弯子了。老头子我前几天得到3个宣德炉，这3个宣德炉里呢，只有1个是明代宣德年间真品，其余2个都是仿品。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，你如果准确的找出真品，这枚玉佩碎片就归你，分文不取。王老先生，宣德炉可是出了名的难辨，您也不能为难人吧？没问题，用不了半个小时，给我5秒就行。你疯了！宣德炉根本就没有官方标准器，形制、铜制、款式全是靠旧藏记载和文书对比。就算是我爷爷这种鉴宝大师，也很难在半小时之内辨出哪个是真品。你个刚入行的呆瓜，半个月都不一定看出来，还5秒的，你想不想要玉佩了？就5秒钟，如果我认不出来，立马就走，绝不逗留。秦小姐好大的口气，你只要在5秒内辨出真品，那真品我一并给你。王老先生，他这人嘛，脑子不太好使，说的话不能当真，而且他才刚入行，要辨认宣德炉还是有些困难的。就是因为难才有意思。秦小姐既然敢说5秒钟确认出真品，自然是有真本事的，我相信。各位小孩哥、小孩姐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，求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值多少钱吧？我真的很需要那个玉佩碎片。看你态度还不错，那我们就告诉你吧，我1万，我值10万，老头子我价值1000万。这个是真的。你这一看就是仿品。你看这个，铜质温润，款式规整，手感都不一样，这个才是真品。秦小姐，你再仔细斟酌斟酌，一旦选错，这碎片就归我继续收藏了。我虽然看不懂什么铜质款式，但是选贵的准没错，就选这个。哎呀，完了，你这样胡来，我们就要被赶出去了。早知道不带你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姑娘好眼力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眼光如此毒辣，还真有点本事。王老先生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您是说他选对了？这个真的是真品？千真万确，这3件宣德炉，我前段时间拿到手，翻遍了文献资料，又对比了好几件旧藏，足足用了1整天才确认这只就是真品。您研究了1整天才看出来的，您让秦冉半小时就辨认出来，您这不就是故意为难人吗？年轻人嘛，多历练历练。秦小姐凭真本事选对了，那我就信守承诺。这一枚碎片现在归你了，这宣德炉啊也一并送你。王老先生，我这人不爱收藏古董，这宣德炉放我这儿没有用啊。那怎么行？老头子我说了要送你，岂能言而无信呢？没，别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说不要，只是能不能给我折现啊？哎，你掉钱眼里了，还不给我闭嘴？哈哈，没问题，我一会儿给你转账。谢谢王老先生。
我现在不仅能听到文物说话，还能看到它的来历和制作工艺呢。既然碎片已经给你了，那可否给我讲一讲你是怎么认出它是正品？秦小姐，秦小姐，哎，发什么呆啊？王伯伯跟你讲话呢。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这玉佩发出的星光？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光？什么光？哎呀，你先别管这个。王伯伯问你怎么看出真品的。果然只有我能看见。王老先生，这3个炉看似相似，实则差异很大。这个炉子虽然表面破旧，但是铜质不纯，里面掺了过量的铅锌，导致手感厚重干涩。而且款式大明宣德年制，字体呆板，这明显是现代仿品的特征，市场价最多1万。这个应该是清代中期的高仿，比这个早期仿品强一些，但是掺锡过量，所以导致色泽不均暗沉，纹饰线条不够流畅，缺少明代宣德炉的古朴气韵，市场价10万左右。而这个真品采用的是明代宣德年间风靡的枫墨铜制作而成，铜质纯净温润，上手手感重却不压手。这个炉子的款式是楷书阴刻，字体苍劲有力，笔锋转折自然，再加上包浆是天然形成，细腻醇厚，这正是明代宣德炉的特征，价值足足1000万。好，说得好，小姑娘年纪轻轻，不仅眼力毒辣，还能把其中的门道说得如此透彻，前途无量啊！王老先生，您过奖了，我就是碰巧运气好，能分辨他们的差异而已。您要是之前问我，我肯定说猜的，但现在我连物品的来历和特征都能看透，说这些自然信手拈来。哎，王老先生，既然我解答了您的疑惑，不知道您是否能告诉我这枚玉佩碎片您是从哪儿获得的？我想集齐其他碎片。这碎片是我前段时间到一个古董店买东西，老板随手送我的。我看那玉质特殊，纹路古朴，不像凡物，我就收下了，也没多想。古董店？那您还记得那家店叫什么名字吗？方便告诉我吗？名字好像叫周氏古董店，具体位置记不太清了。老板呢是一个姓周的男人，名字叫什么来着？周强啊，对，是周强。姑娘，你怎么知道？不瞒您说，这个周氏古董店是我之前打工的地方，这个周强就是我的老板。还有这种缘分呢？我和周强还算有一点交情。既然你要寻找剩下的碎片，我可以帮你问问。不必了，我还是亲自走一趟吧，毕竟他还欠我3个月的工钱没给。我跟你去吧，我爷爷说了，让我好好谢谢你。周强可是古玩界出了名的无赖，要是我没跟你去，你受欺负了，我爷爷肯定骂我办事不力。那就谢谢你啦。好，有小妍陪你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等等，小姑娘，你年纪轻轻，竟然有如此的鉴宝天赋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以后古董界遇到什么难题，或者想要交流鉴宝心得，随时可以来找我。那就谢谢王老先生啦。美女啊，你这眼光是真不错呀，这可是正宗的和田玉呀！您看这色泽，这质地，可都是上等货。这要是戴在手上啊，既显白又贵气，嘿嘿，就8万块钱，绝对划算。那是，我爷爷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，虽然我只跟着他学了1个月的鉴宝，但是我天赋异禀，肯定是不会看走眼的。小姐姐，你别被他骗了，我才值20块。什么破和田玉手镯，明明就是个玻璃制品，也就骗这种半吊子。看一眼就知道是假的，你也太神了吧！8万块也有点太贵了，老板，要不你再便宜一点，合适我就直接拿下了。美女啊，这已经是最低价了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和田玉，这光我的成本就这个数。那您要是嫌贵，那要不看看我店里其他东西啊？这不是我弄掉的，就是你摔碎了我的和田玉手镯，价值80万。
1分都不能少，赶紧赔钱！80万，刚才说是8万，现在怎么又变80万了？而且是你自己不小心弄掉的，这根本就跟我没关系，你这分明就惹人！你别想抵赖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我刚收的和田玉真品，今天你要不赔钱，就别想踏出这间门。秦冉，你跑哪去了？擅自离职这么久，我店里东西少了，谁的责任？不过呢，我现在没时间和你理论，一边待着去，别耽误我聊正事儿。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就是你自己没接吻才摔的镯子，跟人家小姑娘没关系。就是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说了是他的错，就是他的错。今天他要是不赔钱，别想离开这儿。你这是在敲诈！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，小心我辞退你！哎，周老板，做事要讲良心，要不然很容易把古玩圈的名声给搞坏了。陆公子，我看你呢是陆仲林大师的孙子，我可不想跟你撕破脸。但今天这小姑娘可摔碎了我价值80万的手镯，必须赔钱。周强，你少信口雌黄了！你这镯子成本最多20块，居然敢说它价值80万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这可是正宗的和田玉，就是这个价格。再说了，你个小姑娘懂什么鉴宝？陆少爷，咱们古玩行的有古玩行的规矩，货不离手，谁摔碎了就得谁赔。如果你执意要为这小姑娘出头的话，那只能报警，让警察来给我评评理。周强，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。它的断口处，玻璃特有的贝壳纹状清清楚楚。它要真是和田玉，那它应该是颗粒状的。还有这味道，明显是人工做就的化学颜料味道。要真是和田玉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味道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不止这镯子，你这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。那个破瓶子，釉色浮液，花纹呆板，顶多是现代工厂的仿制品，价值最多50块。还有那个破木盒子，你给我吹什么金丝楠木？上面的花纹明显是人工做成的，用的还是柚子木，成本最多20块。还有那副黄公望真戒，明显就是伪造产品，刷了一层做旧包浆，一文不值。你给我闭嘴！今天的事儿，要么道歉放人家小姑娘走，要么我就出去嚷嚷，让所有街坊邻居们还有路过的顾客都知道，你用个20块的镯子讹顾客，而且店里的还都是假货。你觉得以后还会有人来你这破店吗？就是，如果你再不放我走，我就跟你拍视频发到网上曝光你。行，算我倒霉好吧，赶紧走。我叫张希，今天谢谢哥哥姐姐们帮助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如果下次遇到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们。哎，你们还想干嘛？今天我来这里2件事，第一，我要辞职，把欠我3个月的工钱9000块一毛不少的转给我。结工资？你擅自离岗这么久，我没去找你就已经不错了，你还想结工资？赶紧走，别妨碍我店里做生意。哼，你今天必须把钱给我结清。我就不给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大家快来看呐！这家店不仅拿镯子讹人，而且卖的都是假货呢！别喊，我结，我现在就给你结。9000块转过去了。哼，我还有一件事。王林老先生喜欢这块玉佩碎片，托我来买，剩下的碎片在哪里？你认识王林？你管我怎么认识的？赶紧说，到底有没有剩下的碎片？碎片在哪儿？这个碎片呢，是之前一个私人买家给的。你别看它残缺，但质地温润细腻，我看着不错，就把它收下来了。这后来呀，那个王总看着挺喜欢的，我就转手让给他了。什么私人买家？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不？那我怎么还能记得是谁啊？那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。哎呀，你们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影响妨碍我做生意了，好吧？走就走，谁稀罕了你这破店啊？
秦然，别生气了，不就是一枚碎片吗？肯定能找到的，说不定它被遗忘在哪个角落，或者被哪个收藏家意外收走了，肯定有线索的。说的倒是轻松，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对了，明天城南有一场大型的古董交流会，到时候古董界的鉴宝大师和专家都会聚集在那儿，分享自己最近收来的宝贝。可以把你这个玉佩带到里面，说不定能查出线索呢。真的吗？交流会具体在哪举行？明天几点啊？就在城南的宴会厅，到时候我叫上你一起去，帮你一起看一下。太好了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陆言。我爷爷在那儿，王老先生也在。走。陆爷爷，王老先生，你们在看什么宝贝啊？这么热闹。小姑娘，你也来了。前段时间我从一位老友手里收来一幅字画，笔墨功底深厚，纸质也是古物，看着就像真迹。但我有些字拿不准，我就拿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可是我们几个老家伙围着研究了1个小时，愣是没人敲定是谁的手笔。这落款模糊不清，这印章也辨不出字样，真是让人为难啊。这画风确实奇特，线条飘逸如流云，笔触雄浑，有盛唐气象，可细分起来又有几分诧异，实在难以定论。陆爷爷，王老先生，能让我看看吗？说不定我能看出些名堂。小丫头片子，毛都没长齐，敢在我面前说大话。古画鉴定可不是过家家，得有真才实学和几十年的经验积累。我庄栋经营古画鉴定几十年，也不敢轻易下结论。你一个小丫头，懂什么笔墨章法？庄老，你可别小看秦冉姑娘，她虽然年轻，但是眼力毒辣得很呐。没错，小冉的鉴宝能力远超同龄人，让他看看，说不定能有意外收获。既然王老和陆老都这么说了，那你就上前来看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说出来什么。老头子，我可是吴道子所做的8大人爵图，这群人看了这么久都没发现我，真是眼拙呀！价值100亿元。100亿！小冉，怎么了？小姑娘，看不出什么，没事儿。就连我们这些老家伙也看不出什么，你看不出，实属正常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小丫头罢了，还真以为自己能看出什么大名堂啊？这不是普通的古画，这是吴道子的真迹，而且还是……吴道子？你胡说的吧？吴道子的真迹早在安史之乱和唐末皇朝起义中化为灰烬，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小冉，吴道子的作品仅见后世摹本，无原版转世，你怎么如此笃定这就是他的真迹？简直是信口雌黄！我庄栋研究古玩字画多少年了，敢打包票，这历史上绝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吴道子的真迹存在。历代仿他的画作倒是不少，但是真品想都别想。你们别急，让小姑娘把话说完。我不仅知道他是吴道子的真迹，我还知道他的名字——8大人爵图。小丫头，你是不是杂书看多了？这8大人爵图只在历史名画记中偶有记载，说是吴道子为了弘扬佛法所创，到现在已经失传上千年了。确实，这8大人爵图在文献中记载寥寥，从未有实物现世的记录。小冉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小姑娘，这事可开不了玩笑啊！我们把这画误当成吴道子的真迹，还是失传千年的8大人爵图，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脸面没地儿搁呀！陆爷爷，这真的是吴道子的8大人爵图，我没说谎。你有证据证明这是失传千年的吴道子的真迹吗？没有证据就不要胡言乱语了，赶快离开。当然有，证据就在这幅画里。好，有打火机吗？
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万万不可！小冉，三思而后行。这话年代久远，稍有不慎便会毁于一旦。是啊，小冉，陆老说的对，这话就算不是无道子真迹，也是个老物件，烧了就毁了。我看你是拿不出实打实的证据，就想毁话耍赖。反正这话也不是你的，烧了你也不心疼。撞吧，打得比谁都尖。陆爷爷，各位长辈，我心里有数，证据就藏在这幅画底下。如果今日烧不出些真东西，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既然小冉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们不妨信他一次。他见宝向来沉稳，断不会鲁莽行事。这是，底下竟然还有一幅画！不可能，这怎么还有一幅画？我刚才看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痕迹啊。这上面的表层是后世临摹的赝品，用来掩人耳目，底层才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《八大名绝图》。你们看这儿，虽然有颜色的遮盖，但是依然能清晰地看到吴道子3个字的篆书轮廓，还有这处的暗印正是他的私印。画家吴氏，这些篆体还有布局，都是后世模仿不来的。不错，和史书记载的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不能单凭一方印就定论。我研究吴道子字画多少年，我相信这世上绝对没有真迹存在。庄老弟，这纸是唐代特有的麻纸，墨是松烟老墨，再加上独一份的笔法、落款和印章，哪儿还有假？40年，这吴道子的真迹已经摆在我的面前，我竟然认不出，还被这小姑娘给上了一课。以后我还哪里有脸在古董界立足啊？他确实很厉害，就算我能发现这幅画是伪造的，但是我绝对不能发现这里面居然还有一幅真迹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看小冉敢想敢做，眼力和见识都要强你好多，你要好好跟人家学习。我知道了，爷爷。没想到我王林有生之年还能收藏到吴道子的真迹，这多亏了小冉，要是没有你，这国宝恐怕永远被伪作掩藏，而我这辈子也被蒙在鼓里。王老言重了，我就是碰巧运气好，发现了其中的关卡而已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庄老，您不能因为秦冉先发现了真迹，您就不满吧？庄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长辈，我一个晚辈受不起你这一拜。我庄东研究古玩字画40年，还不如你一个年轻的小姑娘看得透彻。之前的狂妄真是可笑，在这里我向你道歉。庄老，您言重了。鉴宝之路，学无止境。您在这行深耕多年，我还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。好了，我这话研究明白了。刚刚我们的交流会继续进行吧。还有谁有什么宝贝可以拿出来让大家看看？我带了一个东西，今天想请大家帮我看看。小冉，这不就是当初你给我看的那枚吗？怎么还没找到其余的碎片？没错，我自己找了好一阵子，始终没有找到最后那枚碎片的痕迹，所以今天借着交流会，想请各位前辈帮我打听一下看看。虽然现在还是没有发现那枚碎片的踪迹，但是现在我能看到古物的工艺，还有它的来历，在古董街也许能淘到更多的宝贝呢。美女，我可是宋代玉璧，价值10万块，快把我带回家吧。我一个价值30万的唐朝名画在这里，凭什么买你？我可是价值60万的西晋铜鎏金带扣，当然买我了。
哟，这不是上次花1000块钱买我的烂梳子和破铜镜的冤大头吗？居然还敢来，看来是没吃过亏呀。嘿嘿嘿。老板，你上次卖的那些残次品还有吗？让我再看看。随便看。姐姐，我很便宜的，才50元，快帮我买回去吧。我也很便宜的，我才40元，经济又实惠，买我吧。秦冉，你个臭打杂的，也学别人来古董街捡漏，真是异想天开。何倩，你是不是抢东西抢上瘾了？赶紧把东西还我！你有功夫在这捯饬这些破玩意儿，不如想方设法的收拾一下。你看你穿的这是什么样？又土又没有气质，怪不得超哥看不上你。你有空在这里吐槽我的穿搭，不如去保养一下自己。等庄超踹了你，你还可以去勾搭别人的男朋友。你懂什么呀？超哥说了，跟我是真爱，不会抛弃我的。他当初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最后不还是跟你好上了？这种渣男的话你都信，真是无可救药了。超哥，我也是看在跟他有一点交情的份上，想关心一下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说你，还不领情。千然，倩倩可不像你一样古板又不屈，我可舍不得离开她。倒是你，说话在这夹枪带棒的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我？也对，我爷爷可是庄栋，国宝级的鉴宝大师，有他坐镇，我庄家早就成为古董行业里的巨头。我作为庄家唯一的大少爷，又有家世，又有背景，你对我余情未了啊，也情有可原。不过，你要是肯跪下来求我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提鞋的机会。庄栋，不就是在交流会上的庄老先生吗？没想到他是庄超的爷爷。这怎么离开我之后，就开始捡这种垃圾玩意儿来打发时间？你快别恶心我了，根本没人在意你好吗？秦冉，你不会被甩了之后，想靠这破玩意儿翻身吧？哼，真是可笑。唉，就这些破东西啊，连50块都不值。这个可是超哥刚给我买的宋代和田玉手镯，价值80万呢，这才是古董，懂吗？谁是宋代的老家伙？我明明是个17、18岁的妙龄少女。什么和田玉？这分明就是釉玉仿做的，价值啊最多就100块，你还好意思带出来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无知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分明就是嫉妒我给倩倩买这么好的镯子，你嫉妒？有我在，他想要什么没有？算得着嫉妒你们？千然，行啊你，刚跟我分开没多久，转身就勾搭了陆家的少爷。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知廉耻？是啊，超哥，你以前对他那么好，转头就跟了别人，真是水性杨花。你们两个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你们两个狗男女还好意思说我，也不怕风大甩舌头。庄超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陆大少，我看在你爷爷的份上，我好心提醒你2句，这个女人就是个拜金女，勾搭我不成，转身就攀上你，小心点被她骗得人财两空啊！她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，用不着你在这嘟嘴。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庄超啊？之前总跟着爷爷去参加一些交流会，见过几次。你们还敢当着我的面咬耳朵是吧？真当我不存在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们吵啊，我还等着看热闹呢。现代仿汉代凤首样式，工业树脂浇筑，化学药水浸泡保险器，有了。宝宝，我喜欢这个簪子。刚刚老板跟我说啊，这可是汉代的老物件，玉质通透，雕工还好，价值啊整整50万呢。宝宝，我好喜欢，你给我买好不好？不关我的事，你别捧杀我啊！闭嘴！我说你是你就是。没错啊，这就是汉代的老古董，值这个价。没问题，只要你喜欢，我都给你买。
陆远，你疯了吧你？刚跟你在一起，开口就要50万的簪子，他明摆就是冲你钱来。只要我女朋友想要，别说50万了，就算是500万，我也愿意。我不像有些人，连给自己女朋友买真东西都舍不得，拿着100块钱的假和田玉手镯就想糊弄人，还说别人贪财。谁说我不舍得？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挑拨我和倩倩的关系，倩倩才不会上当呢。倩倩，看小红啊，随便看。今天这条古董街，只要是你看上，哥都给你买，咱们不差钱。超哥，我别的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倩倩手里面那个簪子，做的那么精致，我喜欢的很。老板，还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还不快包起来！好，这就给您包。老板，这簪子是我们想要的，凡事都要讲究个先来后到。庄超，你们装饰古董行肯定没有我男朋友陆氏古董行有钱，比财力肯定也是比不过的。你现在还是赶紧走吧，省得丢人现眼。60万，我出60万买这个簪子，赶紧给我包起来，钱我1分不少给。好，庄超，就你有钱，今天这簪子我还非买不可。哟，你这格局也太小了。老板，100万我包了。100万，还是我男朋友大方，不像某些人小气。庄超，你就别打肿脸充胖子，在古玩界谁还不知道你这点生活费都是你爷爷给的，1个月就那么点儿，除去你平日里挥霍的，你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？哎呀，庄超，你现在居然还靠着爷爷的零花钱过日子，还好我当初跟你分手了，要不然我现在就跟何倩一样，碰到喜欢的东西都买不起，日子真的太苦了。谁说超哥买不起了？超哥，这个簪子你一定要买下来，否则就会被圈子里的人知道了，都会觉得你不如陆岩的，你要被他压一辈子的。200万，我这个簪子要定了。宝宝，200万我还真拿不起，要不咱们下次再买，我给你挑一个更稀罕的。哼，真舍不得。哎呀，刚才是谁拍着胸脯说非买这簪子不可，现在不还是让给我了？老板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包起来！200万，好，我这就给您包啊！你们笑什么？笑你是个蠢货啊！花200万买了个20块钱的簪子，要是让庄老先生知道，可就切断你的零花钱了。别胡说了，他肯定嫉妒你给我买了簪子，少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你们不信自己看这簪子，上面的树脂胶珠痕迹都还没干呢，那个血沁的印记也是化工颜料染出来的，用指甲都能抠下来一层。也就是你这种没眼力见的冤大头才会买回去当宝贝。你懂个屁的贱吗？一个半路出家的半吊子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！你要是不信，自己打开它看看啊。秦然，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，故意激我买这个假货是吧？庄超，动手之前要想清楚，在古玩街敢动我陆家的人，你担得起这个后果吗？啊，超哥，这里人多口杂的，这事传到你爷耳朵里就惨了。咱们走吧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好，你们两个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等等，等等。碎片居然在何倩手里，这可是最后一块了，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拿到手。这
这个呀，是超哥给我买的限量款包包，价值80万。怎么，你嫉妒了？程程，你刚刚不是说我不懂鉴宝吗？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你还想耍什么花招？别以为骗了我一次就能故技重施了。就赌一次鉴宝而已，不敢吗？我挺喜欢这个包的，就用它当赌注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就拿300万把你那个簪子买回来，全当跟你赔礼道歉。但如果我赢了，包得归我。你一个臭打工的，哪来这么多钱？你管我哪来这么多钱？敢不敢赌吧？超哥，秦然刚刚就是走了股屎运，才看出来那个簪子是假的。你赢他还不是轻轻松松？好，赌就赌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是咱们2个人的赌局，他不能帮你，你只能自己找自己判断。如果有人偷偷给你打暗号，就算你输。没问题，但是比什么？我说了算。你说吧，想怎么比？3小时内在这个古玩街上各自找一件仿品，比谁找的仿品价值高，谁就赢。秦然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鉴宝比的都是找真品，哪有找仿品的道理？仿品也分3、6、9等，现在普通仿品也就值几十块，但若是清代、明代的，价值在几万甚至几十万。仿品也是有门道的，你要是不敢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不就是找仿品吗？别说10分钟，5分钟我就能给你找出来。输的人可不许耍赖。超哥从小在古董堆里长大，什么高仿没有见识过，鉴宝的能力能甩你18条街。你这明摆着送300万给我们，我们不收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心意啊？那就看谁笑到最后。开始吧。陈然，你就等着把这300万双手奉上吧。5分钟之内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专业。哎，他们都走了，你怎么还不动？时间有限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因为我已经找到了。小姑娘好眼光，我虽然是仿制品，可我是明代仿制的歌谣8方高足杯，价值100万元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杯子的棱面歪歪扭扭，有些地方还被磨了边儿，竹节高足的位置也糊成一片儿，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破烂儿。别闹了，咱们赶紧去别处看一下，说不定有明代或清代的高仿，总比这破杯子强。嘿，你这臭小子，说谁粗制滥造呢？不用了，就它了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美女啊，你是陆大少的朋友，这个杯子送你了，不要钱。那就谢谢老板了。哟，不是说好的5分钟吗？这怎么天都黑了？嘿嘿，秦然，这就是你找的东西，一个破杯子而已，丢在大街上都没人要的玩意儿，你也好意思拿来凑数啊？我以为找了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原来就是个破炉子。冉冉，你不会觉得自己要输了，就随便从垃圾桶里面翻出来一个垃圾来糊弄我们吧？我这瓶子可是清朝高仿的康熙清华缠枝莲瓶，这胎色浓艳泛青，这缠枝莲纹啊，做工多精湛，笔法多流畅，至少值15万。再说你那个小破杯子，顶多50块钱，连我这瓶子的零头都达不到，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这场赌局我赢定了。蠢货，老板说什么你都信，我不过是个普通陶土烧制的花瓶，才值100元，你被骗了。你这个瓶子看着确实挺唬人的，但可惜只是现代小作坊的粗制高仿，釉色还是化学染料染的，泛着贼光。莲花缠枝纹线条坚硬呆板，就连漆画的晕散都是人为点的，顶多100块。而我这个小炉子是明代官窑仿宋歌窑的精品，釉面是天然开片的金枝缠纹，四方器形规整，竹节高，衔接紧密，就连胎质都是明代风靡的糯米胎，足100万。胡说八道！我这瓶子可是花大价钱从一个老收藏家里买来的，怎么可能就只值100块？还有，
你敢说你这个小破杯子值100万？谁能替你证明？老头子，我能证明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有朋友跟我说你在这里跟人起了争执，我就想着来看看，没想到看了这样一出好戏。爷爷，您坐。小冉，把杯子拿给我看看。这个确实是明代官窑仿宋的各釉八方高足杯，藏品工艺精湛，市场价值确实在100万上下。这杯子极其罕见，小冉能否给我老头子一个机会，把这宝贝卖给我？当然可以。至于这个花瓶，就是个化学釉料上色的仿品，连100块都不值。庄小子，我这老头子在古董行里混了几十年，说话还有些分量。我说这杯子是真品，你认不认？你老说话，我自然认。这个老头子是谁啊？凭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？闭嘴！你懂什么？陆氏古董行是行业龙头，我们家还有好几个合作想跟陆氏谈，而这位就是陆家的老爷子。愿赌服输，该兑现承诺了吧？把包给我。超哥，给他。我终于找到最后一个碎片了，有了这个碎片，我的鉴宝能力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千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眼睛不舒服？小冉，要是疼得厉害，咱就去医院检查，别硬撑。行了，别装了，你不就是想跟我们炫耀一下陆家有多珍视你吗？不知道这陆家一老一少怎么被你哄骗。这次算我想瞧他了，咱们走。我劝你别盯着我，我可是吉凶之物，小心我缠上你。我现在不仅能施宝，居然还能关气。千然，你发什么呆啊？你眼睛到底怎么样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没事。陆爷爷，你这佛珠是哪来的？这是我之前参加拍卖会的时候收来的。怎么了？能给我看看吗？陆爷爷，这佛珠来路不正，是古代丧仪所用的供奉珠，会招引鬼魂，消耗人的阳气。我建议您还是最好不要再戴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最近总感觉身体提不上来劲儿，头也昏昏沉沉的。原来是他。回去我就把它放在佛像面前，消消他的煞气。陆老，您现在忙吗？怎么了？这么急急忙忙的？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电话里也说不清。你要不忙的话，来我家里详谈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你们两个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看？陆老，总算把你盼来了。秦冉姑娘，你也来了，正好我打算让我孙女跟你学习古玩鉴定，她今天正好在家，我一会儿给你们介绍认识认识。西西，出来一下。爷爷，怎么了？这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，在交流会上一眼就看出吴道子真迹的秦冉。你以后啊，跟这位姐姐好好学学，别像你哥一样，天天不学无术。爷爷，我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，不要把我和庄超混为一谈。我和他又不是一个妈生的，他一个不学无术的私生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是很优秀的。客人还在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陆老，让您见怪了，我这孙女让我给宠坏了，说话没有约束。哎，我爷爷说的竟然是你，好巧。你是？
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那天在古董店，你帮过我。这不是我弄掉的，就是你，摔碎了我的和田玉手镯，价值80万，1分都不能少，赶紧赔钱！我叫庄西，今天谢谢哥哥姐姐们帮助，我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。如果下次遇到你们，我一定好好感谢你们。原来你叫庄西，真的是好巧啊！你竟然是庄老的孙女啊！你们两个认识？爷爷，之前我去古董店买东西，被老板给讹上了。要不是晴然姐姐出手相助，我可就有大麻烦了。无巧不成书啊！唉，真是一段非凡的缘分啊！好了好了，几个小家伙一会儿再叙旧。庄老弟，在电话里说的神神秘秘的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赶紧拿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呐！我研究字画多少年，但是对古董文玩知之甚少。这次请陆老来，就是让您帮我长长眼。这是前段我那不成器的孙子不知道从哪儿收的，说是能招财的宝贝。我研究了好几天，愣是看不出这是哪位财神。但我看他的材质和工艺绝非凡品，就把他暂时留了下来。老夫乃财神妙少司，你竟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！大凶，清代小叶黄杨木雕，包浆温润成蜜蜡色，沾染偏财戾气。明供一招投机之物，暗供可助偏财运。这神像冒着一股诡异的黑色，就算他是个偏财神，也不该带着这么重的戾气。难道这神像里暗藏玄机？都说东西南北中，五路财运通。东路比干，西路关公，南路柴荣，北路赵公明，还有这中路文翰。这5位财神可都是业内所公认的呀。可庄老，您这尊财神，我不光见都没见过，我连听都没听过呀。小言说的确实不错，但是除了这5路财神外，还有一些冷门财神。什么？冷门财神？冷门财神有很多，这里面最出名的是活财神沈万三，女财神麻姑和暗财神灰仙。这沈万三和麻姑，我倒是经常见不少的摆件和字画，可灰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难道这座神像就是灰仙？也不是，因为所谓灰仙其实就是老鼠。啊？老鼠也能当神仙？这也太奇怪了吧！不少盗墓者和鬼市商贩常年跟阴晦之物打交道，不敢光明正大祭拜正神，便将老鼠奉为灰仙，认为它能通灵变路，使他们寻得财路。不过这祭拜灰仙颇为偏门，寻常人家别说供奉，连听都不曾听过。所以爷爷，您讲了半天都没有说出来，这财神到底像谁啊？虽然没辨得他的来路，但这神像线条流畅，衣褶纹路都刻得细致入微。虽然不是财神像，单论材质和工艺，收在家里也不亏。不行，这神像不能留。小冉，你怎么如此激动？难道这神像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这神像是历世仙官姚少司，并非普通财神。姚少司？在古籍中见过零星记载。小冉，你能说说这仙官的来历吗？姚少司的确是财神，却是主导赌运和投机之道的邪财神。他的供奉多来自于赌场、当铺，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古玩当铺。明的供奉极易招惹投机取巧的灾祸，就算暗供能带来一时的偏财运，可是那股财运带来的戾气极易侵蚀人的心智和运势。这东西也太邪门了吧！庄超这么不靠谱，什么东西都往家里带。爷爷，你快把它扔了吧！这毕竟是做工精湛的老物件，
就这样丢弃了，实在可惜。就像你说的，我把它藏在暗格里暗供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等一下，因为这个贱女人不想让咱们庄家发大财。你这小子怎么说话的？秦冉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赶快道歉。别呀，你别被她给骗了。这个女人就是嫉妒我之前把她给甩了，所以才见不得咱们庄家好。还有这神像，那是我费尽心思淘来的宝贝招财神，她却说是什么邪财神。我看她就是想让咱们庄家把这好宝贝给扔了。我有没有在危言耸听，你心知肚明。这财神你从哪儿淘来的？恐怕不是什么正规渠道吧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可是我花大价钱请来的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找到这么好的宝贝，才在这里胡搅蛮缠。庄老弟，小冉的眼力和见识都非同一般，你是亲眼见过的。这神像若真有问题，只会给庄家招来祸患。既然小冉都这么说了，那这物件肯定不能强留了。那他在家里已经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他所带来的戾气该怎么化解呢？化解之法我暂时不知，但是当务之急是千万别再让他留在家里了。而且我能感受到它上面的戾气很重，说不定里面藏了其他什么别的东西，甚至可能被人做过手脚，用来承载不该有的阴煞之气。你撞上你了是吧？啊，你刚才在古董街走了狗屎运才认出那个杯子，怎么真把自己当根葱了？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在我爷爷面前班门弄斧，真是可笑。庄超，你给我放尊重点，秦冉姐姐是个鉴宝天才，比你这个只知道败家的草包强100倍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她。你真是个蠢货，什么狗屁鉴宝天才，她就是运气好罢了。3言2语把你骗得团团转，我看你被她卖了，你还替她数钱呢。够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！小超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不分青红皂白的骂人，哪儿还有半点庄家人的样子？小冉是我请来的客人，轮不到你在这撒野。哎，爷爷，他分明就是故意针对我。还有，这神像明明是招财的宝贝，他非得说是什么邪物。我看啊，他就是不想让咱们庄家好呢。还说，要不是你带来了这玩意儿，我会这么头疼啊？小冉，你向来沉稳，不会无的放矢。你说这神像有问题，可有进一步的依据？比如这戾气，可否能从材质和工艺上看出什么端倪？哼，你要真能看出什么问题，我把它吃了都行。你还有这种癖好？要不然给你开直播？你就这么自信，他真能看出什么问题了？这里面居然有个钉子！哎，别碰！有点本事啊！我在神像里这么久，你还是第一个发现我的。大凶，明代锻造钉头铸龙骨，钉身刻有大明镇墓铭文，带有帝王阴煞，活人拿则家宅不宁，断字绝孙。庄老，麻烦你给我一副手套，东西戾气太重，不能直接用手拿。不就是一个破钉子吗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？你眼瞎呀？这一看就不是普通的钉子。哦，也对，你就是眼瞎，才会买来这么奇怪的东西。你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藏在神像里？这钉子做工材质都不一般，上面的铭文看起来是明代特有的篆书风格。小冉，这到底是什么？镇魂钉。镇魂钉？我只在古籍残卷里见过记载，说是镇魂钉是用于镇压陵墓中陪葬者魂魄的法器，竟真的存在。普通的镇魂钉多为民间所有，材料多为铁器，煞气有限。但这枚不一样，这枚是帝王专用的镇魂器，专门用来承载帝王陵的阴煞之气。
所谓帝王陵，规模宏大，陪葬者众多。这根钉子上面承载的阴煞之气，有上百个怨灵。把它当做财神请回家，无疑是把一座阴煞之源请回家。那它和神像放在一起，那不就是把邪气带回家门了吗？难怪我最近睡觉总是睡不安稳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刚才说这个神像戾气重，不光是姚少司本身的偏财煞气，还有这枚帝王镇魂钉的阴煞在作祟啊！正是，两者相遇，煞气翻倍。若是再供奉些时日，恐怕庄家会接连遭遇祸事，轻则破财消灾，重则家宅不宁，性命危矣。逆子，你给我跪下！逆子，你给我跪下！爷爷，我真不知道这里面有这种东西啊！我要是早知道的话，打死我也不敢把它带回家呀！要不是小冉发现这神像的异常，咱们庄家早就大祸临头了。你给我老实说，你这玩意儿是从哪儿买来的？我就是从古董店里买来的，谁知道那老板坑我，买过这种鬼东西啊！还不说实话，这种邪财神，哪个正规古董店会公然售卖？爷爷，我看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闯的这么大祸还敢狡辩。要不就请家法，好好抽他几个鞭子，看他说不说实话。别，我都说。这神像确实不是从正经古董店里买来的，是我从黑市上淘来的。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在黑市上鱼龙混杂，都是盗墓贼和文物贩子的聚集地。那里的东西，要么是见不得光的赃物，要么是沾满戾气的凶物。我3令5申的不让你碰，你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，你是嫌庄家过得太安稳了吗？爷爷，我当时就是看他材质细腻，又是老物件，那老板还得胸脯跟我说这是招财的宝贝。我一时之间鬼迷心窍，想着捡个漏，在您面前露个脸，我才花大价钱把他请回家的。谁知道这里面藏着这么邪门的东西啊！你一句没想到，差点害死咱全家。爷爷，你消消气，注意身体。今天的事儿，我必须给你个教训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准再插手庄氏古董行的任何事情，把你的股份也全部转给西西，零花钱也给你停掉，省得你拿家里的钱再去买这些玩意儿，祸害全家。不要啊，爷爷，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一定擦亮眼睛，再也不把这种东西带回家了。再说了，我可是您唯一的孙子，您可不能把我的股份都给庄西西这个小丫头片子呀！西西比你懂事，也比你有鉴宝的天赋，我把古董行转给他，我也放心呐。自作孽不可活，你就认命吧。陆老，家门不幸，让您看笑话了。外事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教育教育就好了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小冉啊，真是多亏了你了，要不是你火眼金睛看出这神像有镇魂钉的凶险，我们庄家就万劫不复了。小超今天对你多有得罪，我等下一定要替你好好教训他。长老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就是这神像和镇魂钉不能继续待在家里了，也不要随便处置，一定要妥善处理。我明白了，我一会儿就让西西把他们送往郊区的清净寺庙，让高僧永金祈福，妥善安放，绝不敢放在家中惹祸。这样处置最好。那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既然庄老的事情解决了，你就陪我去个地方吧。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欣然，我们还来周强的古董店干嘛呀？上次的气你还没出够啊？当然是让我手里的钱剩钱啊！我要盘下这个古董店。那你早说呀！我手底下空着的铺子好几个呢，我直接送你一个不就行了？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无功不受禄，我才不要你的铺子！而且很早之前我就下定决心要盘下这间古董店，让周强给我做牛做马。
唉，最近这生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连个进门问价的都没有。这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啊，我这店呀，可就要倒闭喽。连喝口西北风都喝不着热乎的呀。周强人呢？跑哪儿去了？欢迎光临，本店西施镇某个秦冉，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周老板，这怎么店里这么冷清啊？一个客人都没有。哼，还有这柜台都落灰了，你也不打扫打扫？哎，我工资可都给你结清了，你还在这找什么茬？切！哎，周老板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怎么会是来找茬呢？我来是跟你谈生意的。什么买卖？100万，我要盘下你的铺子。哼，100万，就凭你能拿出100万？哎呀，你呀，就是打工的命，还想着开店当老板，真是可笑至极呀！我懒得跟你多费口舌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你的铺子已经欠租3个月了，供应商也停了半年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你要是同意，现在就签合同过户；你要是不同意啊，再过半个月，房东把房子收走，你可就1毛都拿不到了。我也可以卖给你，但你只给100万，太少了，你打发叫花子呢。我这店的装修，哎，加上这里边的东西，怎么也得值200万吧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店里这些东西加起来有没有5万块都难说，给你100万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而且我还要花钱重新把这里装修一下，把那些假货都清理出去。可你只给100万太少了，怎么也得给我再加点儿。你欠的外债都有60万了，这100万你拿去还债，剩下的钱够你过日子的，别太贪心了。周老板，今天我们就能全款支付，您签合同呢，钱就立即到账。你要是有顾虑啊，也可以请律师，保证公平公正。150万，否则免谈。我周强在这地界混了这么多年，总能找到买得起我这店的人。你应该知道我陆家在古文圈的地位吧？只要我女朋友想要的店，谁敢跟我抢？你们这是强买强卖！我今天还就强买强卖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行行行，100万，就100万。哼，哎。钱已经转过去了，现在你可以滚了。哼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家店就是我的了。我要重新装修，把里面摆满珍品，打造成全城最靠谱、最有名的古董行。那请问秦老板，你这新店开业需不需要一个老板娘？你看我怎么样？陆氏古董行的大少爷来给我当老板娘，我求之不得。